很多關係變差，不是因為不會溝通，而是你們根本不在同一個世界裡。你可能一直以為是溝通出了問題，但其實是認知層級已經錯位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發現，問題不是不會說，而是越來越難自然說話。不是突然沉默，而是每一次開口前都會多停一下。那1秒停頓不是在想內容，而是在判斷這句話會不會帶來新的問題。有些話還沒說出口，關係已經在腦海裡走完一遍結果，你甚至還沒表達，就已經開始模擬後果。不是你不想說，而是你已經提前看到了可能的反應。以前一個話題可以自然聊很久，現在一句話就結束，不是內容少了，而是延續感消失了。有時候你會發現，2個人坐在一起，沒有爭吵，沒有衝突，但空氣是停住的。手機在手上，話在嘴邊，但誰都沒有真正開口。不是沒話說，而是每一句話都變得需要判斷。你會開始注意一個細節，沒有人再主動把話接下去。一句話結束之後，會出現1秒、2秒，甚至更長的停頓。不是冷場，而是連接沒有被續上。當你還在表達內容，但對方已經在處理關係狀態。你說的是解釋，對方感受到的是壓力；你說的是靠近，對方開始後退。但問題不在你說錯了什麼，而是接收方式已經變了。你還停留在事情本身，對方已經開始從事情裡讀取你這個人的意圖。真正的變化其實不是你們說了什麼，而是發生在這一層。當你還停留在內容層，對方已經進入安全層。你在解釋事實，對方在評估風險。你說的是邏輯，對方感受到的是關係壓力。溝通在這一刻被分裂，一邊是表達，一邊是防禦。而一旦防禦啟動，內容就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不要繼續接這個對話。以前你可能不會注意這些細節，一句消息輸入又刪除，一段語音反復重錄，一個話題在開口前就被放棄。不是沒有表達欲，而是表達開始變貴了。每一句話都要付出關係成本。關係變化從來不是突然的，它是慢慢發生的。回應變短，語氣變輕，分享變少。以前會說的事情現在不說了，以前在意的反饋現在不問了。不是突然冷掉，而是流動開始減少。很多關係不是變壞的，是被理解系統悄悄替換掉的。你開始調整自己，不是刻意，而是自然發生。你會在開口前先過濾這句話會不會引發誤解，你會控制語氣，控制情緒，控制表達強度。慢慢的你會發現，你說的話已經不再是最真實版本。很多人真正離開一段關係，不是因為爭吵，而是因為長期處在一種狀態，表達沒有被真正接住。當一個人長期得不到回應，他不會立刻離開，他會先調整自己，調整語氣，調整表達，調整期待，直到最後不是不想說，而是不再期待回應。有些關係不是死於衝突，而是死於沒有被接住。你說的話沒有錯，但沒有回響。久了之後，人會自动減少表達，不是不想分享，而是分享不再產生意義。關係從來不是信息交換，而是情緒是否被承接。情緒被接住，關係繼續；情緒被忽略，表達收縮。所以你會看到一種現實差異。有人說很多，但關係卻越來越遠；有人說很少，關係卻一直穩定。差別不在表達能力，而在安全感結構。安全感存在的關係裡，表達是自然流動的；安全感消失的關係裡，表達是經過篩選的。關係就是在這種細節裡慢慢改變的，沒有節點，只有方向變化。很多人後來才明白，關係的問題不是某一次溝通失敗，而是長期累積的，說了也沒有被真正接住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並不是最會說話的人，而是不會讓溝通變成壓力的人，因為他們明白，贏了表達，不等於贏了關係。很多關係走到最後，不是因為不愛，而是因為已經沒有繼續說下去的感覺。不是沒話，而是沒有被接住的預期。如果你經歷過這種狀態，不是不想說，而是慢慢不知道怎麼說。可以留一個字，有。如果讓你選這種關係，最容易卡在哪一層？ A. 表達方式， B. 互動變化， C. 理解系統， D.
安全感結構。下一期我們繼續掌握關係法則，你就是贏家。如果這期讓你有一點停頓感，點個讚，關注覺醒思維，轉發給那個越來越難說話的人。